这个16岁的花季少女，仅仅因为一句老子就被残忍奸杀分尸，尸块装满了整整4个袋子。警方在介入此案后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残忍得令人发指。凶手在女孩意识清醒的时候，用锯条将其活生生地肢解成数块，手段之狠辣让人不寒而栗。在抛尸现场，警方除了包裹残尸的编织袋外，没有发现一丁点关于犯罪嫌疑人的线索。老刑警穷尽手段，不计成本，苦追凶手15年，最终推开真相的大门。我生怕遗憾的错过你了，哪种我错过你了呢？比如说我退了休了，或者我死了，你可能一直在想哦，老天在你面前是不是把眼睛都已经闭上了？老天是不是已经把你忘了？有句话叫啥子啊？善恶总有报，天道有轮回来，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完全无交集的两人，刹那之间因何爆发激烈矛盾？意想不到的作案现场，究竟还隐藏着怎样不堪的罪恶真相？2005年9月25日晚上，四川省广元市居民陈峰书坐立不安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他16岁的女儿陈梦婷出门参加同学聚会，约定11点前回家，但此时已经超时2个小时。陈峰书和妻子不断拨打女儿的手机，却始终无人接听。直到凌晨4点，女儿都还没有到家，夫妇俩驱车走遍了女儿可能去过的所有地方，却并没有找到女儿。之后，邻居和亲友也加入了搜寻，但陈梦婷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无奈之下，陈家人只能在9月26日早上向市区警方报了案。广元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展开调查，追查陈梦婷失踪当天的行踪。调查显示，那晚陈梦婷先和同学在 KTV 唱歌，随后去了附近的网吧上网1个多小时。之后，她又独自前往另一位同学所在的网吧。网吧记录显示，9月25日凌晨1点58分，陈梦婷结账离开，这也是她最后的行踪。然而凌晨2点50分，陈梦婷的母亲再次拨打女儿电话时，已显示不在服务区。短短1小时内，究竟发生了什么？陈梦婷去了哪里？为何她的手机突然失联？警方随后找到了当晚和陈梦婷一起上网的女同学，这位女孩透露了一个重要细节。她说，见到陈梦婷时，随口问了句：“怎么这么晚才来？”陈梦婷面带烦躁地回答说：“刚在家楼下碰到他爸陈峰书，被教育了一顿。”原来就在陈梦婷失踪前1天，她在学校里因为一些小事和班主任起了冲突，还差点动手。消息传到父亲陈峰书耳中，他怒不可遏，给了女儿1巴掌。警方还了解到，陈梦婷以前有过因和父母吵架而离家出走的经历。那么这次失踪会不会与陈峰书的这1巴掌有关呢？然而陈峰书否定了这个猜测。他表示，在陈梦婷失踪当天上午，他就已经向女儿道歉，父女俩也和好如初。如果不是离家出走，那么陈梦婷凌晨离开网吧后究竟会去了哪里？案件似乎陷入了迷雾之中。由于案件发生在2005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信息化建设刚刚起步，天网监控系统更是还没有开发出来，所以想要通过监控来追踪陈梦婷的行踪，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警方面临的是一个4公里长的信息黑洞，这是陈梦婷家到网吧的距离。凌晨2点，一个女孩独自在外，不管是回家还是去往别处，总得借助交通工具吧。于是，一场堪称大海捞针的调查开始了。警方挨个走访本地出租车司机，总共包括400多辆出租车，共计1000多名的司机。就连当时盛行的3轮车，警方也都进行了走访排查，但都没有发现与陈梦婷有关的线索。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陈梦婷已经失踪6天了。拨打她的手机始终显示不在服务区。警察根据经验猜测，可能是有人把手机电池给拆了。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更无新的通讯记录，不祥的预感如乌云般笼罩陈家，而警方身上所背负的压力也越发沉重。广元市警方不得不往最坏处想，陈梦婷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2005年10月1日，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但对广元警方来说，这个节日却格外煎熬。16岁的陈梦婷已经失踪整整1周了，全国人民都在欢度国庆，
但广元警方选择了继续加班。他们为了找到陈梦婷，已经连续7天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每天都几乎加班到晚上12点。这就是警察的职责：生要见人，死要见尸。10月4日，距离陈梦婷失踪已经第10天了。广元市警方针对陈梦婷失踪案开始了第5场研讨会，但就在研讨会刚开始没多久，一条让所有民警震怒的消息传进了会议室里。然后我们就接到那个宝贝公路施工场地的一个那个施工员报警，他就仔细看，结果发现就是一具女性的头颅，而且当时头发也被撩掉了一些。发现碎尸的地方位于国道212公路，这条公路从甘肃的兰州出发，一路穿越四川、重庆、贵州，最后在广西靖西，共5个省市自治区，是西北通往华南最为便捷的公路之一。2005年的时候，212国道开始升级改造，而施工现场距离城区大约有30公里远。接到报警后，广元市警方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施工要放炮，砸下来的石头给它推到包坎下面，对包坎进行固定。过个1天半天的样子，这个土块把那个尸体掩埋了过后，这个事情也就是相当于永远的就石沉大海了。4号蛇皮口袋装的就是死者的衣物、鞋、发圈。警察们继续翻找蛇皮袋，结果发现了2样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一节带有血迹的锯条和一只装满汽油的矿泉水瓶。对此，警方推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打算焚尸灭迹的，但老天爷不配合，最近天天下雨，路又烂，估计是没办法才临时将残尸抛弃在了这里。随后，警察先是叫来了陈梦婷的爸爸，对抛尸现场发现的衣物进行了辨认。结果陈峰叔就看了一眼，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因为这些衣服就是自己闺女失踪那天所穿的。很快 DNA 的比对结果也出来了，在212国道发现的碎尸和锯条上的血迹正是来自陈梦婷。看来凶手就是用这根锯条肢解了陈梦婷。一夜之间，案子性质大变天。原本以为是单纯失踪，没想到竟是惊天动地的杀人碎尸案。法医那边传来的消息更是吓死人。法医通过尸检后发现，陈梦婷先是被人掐晕，然后被犯罪嫌疑人活生生地用锯条肢解。也就是说，他可能当时还有知觉，陈梦婷是被锯死的。想象一下那种痛苦，警察们都不寒而栗。16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谁会对他下这么狠的手？这得是多大的仇？警方对陈梦婷的人际关系展开了地毯式排查，但并没有发现这个16岁女孩和任何人发生过激烈的矛盾。于是，警方把侦查工作重点放在了陈梦婷父母的社会关系和矛盾上面。陈梦婷的父亲陈峰叔在广元市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做着煤矿和饭店等生意。因为业务的往来，所以陈家人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警方经过走访调查后，很快就发现了一名嫌疑人，那就是王鑫。此人曾是陈峰叔当年做煤矿时的合作伙伴，后来2人因为钱闹翻了，并且王鑫当时还在广元市里放出话来，要灭陈家满门，所以王鑫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警方立即对王鑫展开了全方位调查。然而很快警方就发现，王鑫在和陈峰叔闹翻后，便离开了四川，去了外地发展，最近半年都没回来过广元市。警方不甘心，继续深挖陈家的关系网，可是越查越迷糊，一点突破口都没有。另一边，负责抛尸现场物证收集的民警，在将所有的物证都送到公安部进行检测后发现，民警收集的所有物证均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由于抛尸地点位于白龙江边上，潮热的天气和黏腻的泥土，种种因素导致对生物检材构成了极大的破坏。法医们费尽心思，都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指纹或体液。抛尸现场仅有的几件有用的物证，则是凶手用来包裹尸体的塑料袋。这些包裹尸体的蛇皮口袋有汤圆粉的袋子、洗衣粉的袋子，还有碘盐袋子和面粉袋子。警察们绞尽脑汁，终于锁定了2类人，分别是百货从业者和废品回收商。于是，警方顺着雕牌洗衣粉袋子的生产批号，在整个四川省的批发商和零售商那里进行了走访调查。可惜，这条线索就像是没有尾巴的风筝，
只飞到批发商那里就失去了踪影。而对广元市废品收购人员的调查，依旧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警方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员，于是案件的进展就这样陷入了僵局。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了，为了抓获犯罪嫌疑人，每隔2年，警局就会重新打开那个布满灰尘的档案箱。档案纸已经泛黄，但案件的疑团却依旧如初见时那般扑朔迷离。时间过去了15年，这起案件却始终没有进展。这15年来，广元市警方屡次重启案件，又屡次碰壁，每一次努力都像是徒劳无功的挣扎。2020年，科技的浪潮为这个尘封多年的案件带来了转机。DNA 检验技术的突飞猛进，仿佛给侦查人员戴上了一副显微镜。这项突破性的技术能够在特殊载体上捕捉到肉眼难见的人体脱落细胞 DNA， 为破案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在得知了这项先进的刑侦技术后，广元市警方再次重启了陈梦婷案。15年的等待，广元警方始终未曾放弃对真相的追寻，所以警方将这起案件的所有物证都保存得特别的完好，这也给新技术的发挥创造了完美的条件。然后我们就把胸罩进行拆检，拆检了过后，整个胸罩前后我们一共是拆检了，第一次拆检了400份，第二次拆检了200份，总共是做了600份检采。经过上千次的比对分析，广元市警方终于从600份生物检材中找到了一个男性的 DNA。当这串神秘的 DNA 代码输入全国数据库后，一个名叫郭天举的男子浮出水面。此人今年47岁，广元市宝轮镇安全村人。表面上看，这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子，甚至连犯罪记录都没有。但是当警方深入挖掘郭天举的过去时，一个不为人知的黑暗面逐渐显现。他有过2次婚姻，特别是第1任妻子的离家出走，引起了警方的高度警觉。于是为了了解当时的情况，广元市警方立即派遣警力赶赴湖南寻找郭天举的前妻。当他们终于见到这位女士时，她的描述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心狠手辣这个词似乎都不足以形容郭天举的残暴，仅仅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就能将妻子扒光衣服，用木棍毒打。这哪里是夫妻之间的矛盾，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虐待。因为实在受不了郭天举殴打的他，只能和郭天举离了婚。据警方的了解，2005年10月，也就是案发的当年，郭天举竟然抛下年仅7岁的儿子，连夜逃离四川，远赴广东打工。而且他这一走就是9年，到了2014年左右，在郭天举父母的强行胁迫下，他才回到了四川广元市。随后，郭天举经人介绍，在2015年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婚后，郭天举和新妻子经营着一家普通的凉面馆，过着看似平静的生活。然而，命运的齿轮早已开始转动。恨透了郭天举的前妻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原来郭天举逃离四川前，他曾在广元市区租了个铺面，做售卖日用品和米面油盐的小生意。而这条线索立即让警方联想到了在抛尸现场发现的那些编织袋。更令人震惊的是，郭天举的小卖部竟然就开在电业局宿舍楼下，正是陈梦婷家所在的地方。广元市警方判断郭天举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警方在2020年8月24日对郭天举实施了抓捕。啊？跟你没得关系啊，我们那个他自始至终没有问过一句你们是干啥子的，并且我当时我挨着他的坐垫，扒着他那个肩膀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他的心跳是非常非常快的。不是由你讲与不讲，而是看你拿出啥子态度来面对我们。经过3天2夜的审讯，狡诈的郭天举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他如实交代了自己在15年前残忍杀害女高中生陈梦婷的全部罪行。根据郭天举的供述，案发当晚，他正在和前妻闹离婚，所以心里憋着一肚子火。而凌晨回家的陈梦婷在经过郭天举的门店，由于肚子饿，便想买包泡面填肚子。当时要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等等那东西，他算下来10多块钱。
当时那个小女士给了他50块钱，他就给他找了30多块钱。找他的钱有一张20的那个钱，按起来比较旧，可能有点边上有一点点烂，但是能用，也是我们平时收钱收过来的钱嘛。他也不要，他就说，老子给你的是好钱，你个老子找个烂钱我肯定不要，就是为这些事情的。陈梦婷脱口而出的一句“老子”，像是往郭天举本就烦躁的心头浇了一盆油。失去理智的郭天举隔着柜台朝陈梦婷的脸上就是一个耳光打了过去。打过去，那个女子一让就让开了，让开了过后，那个女士又过来抓他，就发生抓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从那个柜台里面一下跳过去把那个女子的脖子掐到起。郭天举在冲突中掐晕了陈梦婷后，本就多日未碰妻子的他，突然间对陈梦婷起了邪念，于是丧心病狂的郭天举对陈梦婷实施了强奸。而就在这个过程中，陈梦婷突然醒了过来，被吓坏的郭天举随手拿起了一根锯条，将陈梦婷活生生地分了尸，并在第二天晚上将这些尸块抛尸到212国道附近，企图掩盖真相。历经15年的杀人分尸案至此真相大白，你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麻烦大家帮忙点赞关注一下，传递正能量，我们下期再见。